要玩玩看大阪城的小猫。Hello， 冷酷的眼神，哇，好健壮！哇，但是这儿好多蚊子呀！你好。伸懒腰了，别怕。我没带吃的，只能下次再见了。我下次带点吃的往这儿跑，好吗？拜拜。你们看前面上坡了，穿我们队服的老爷爷，就是那位80多岁的老先生，今年要参加一个半程马拉松了。天天这么努力，我看着他走下坡又冲上去。还有来吗？在等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6号星期一，又是新的一周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。有的比较大的话题就不在今天说，比方说，为什么跑4休1呢？有几位小伙伴都问过，我前2天想说给忘了，下回啊。但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在评论区讨论特别好。不过呢，有的时候您最好给我发评论，评论我是肯定会看到的，最多就是晚1天晚2天，私信有时候就漏过去了。而且我也喜欢我们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下讨论，可能会比较好。说过2天来台风啊，那一会儿咱们回评论啊。今儿天儿不错。我和大家聊天儿，其实有时候大多数时候我都比较的随性，比较实在。但是呢，我心里有一个绝对尽量不触及的东西，就是我尽量不要有那种好为人师的感觉。就即便这个问题我再确定，但是关于这条评论呢，我还是想说2句。那天说瑜伽老师2小时38的那个事儿，就有人评论说，这2小时38是怎么来的？难道赛会没有记录吗？是自测的吗？那自测不准怎么办？就是首先，你根本就不尊重我的节目。我说完2小时38，紧接着我都没说2小时38，我就说是自测的，对吧？您如果只看了评论，我只看了标题就评论，那说句不好听的，您就不要说的这么，就不要上来就质疑别人。我不成熟的观点，就是看了这条评论，我挺也不能说生气，就是挺别扭的。那也有人说，确实当时好多人说你这个自测什么送距离乱七八糟的。有一位小伙伴说的就特对，当然了，您也可能还有反驳的点。小伙伴说的是什么？人家能别管跑了多少多长，准不准确，是不是标准赛道，人家3小时40多3分40多的配速跑了2小时38分多钟，就很了不起，就值得被称赞。对呀，说的不能再对了，对不对？讲道理吧。我在屏幕前举着键盘跟那打诋毁别人，说别人这些人，你别说3分44了，你能连着跑2小时38分钟就很了不起了。我估计可能都不一定行，我这话说的可能伤人了。就是网络这个事儿，真的是有的时候啊，就我按说不应该这么说，但是确实有人他的目的就是说别人，就是说你跟他解释没有用。
所以我也不解释，我就表达我的态度，我不支持、不喜欢、不鼓励这种形式，好吗？个人观点。就是什么事儿啊，先看别人的好，你看别人的好，自己才能好。你天天在你眼里所有人都是缺点，那你要是能好，那才见了鬼了呢，真心的。而越是这样，往往是越是这样的人，越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，老子天下第一，对吧？就像东京马拉松之后，吉普乔格接受采访，说自己被网暴一样，都是一些没有头脑的人在那儿做一些没有头脑的事儿，但是呢，他会无形中伤害别人。有小伙伴说了句特别扎心的话，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因为我本来关注社交媒体就不多，就说瑜伽老师从那次之后就不怎么分享自己的跑步了。对吧？我觉得还是你不能说嘴特甜，跟抹了蜜似的，但是呢，还是口下留德吧，好吗？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再多说，我变成了我讨厌的那种人。第一位小伙伴说，几年前得了甲亢，现在康复了，然后说免疫力不好，总被传染生病，跑步断断续续，进步特慢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。就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总听说人活一口气，您得把这口气提起来。也许你到时候你就会同一件事是另外一种看法，因为从技术角度我解决不了您的问题。我只能跟您说，人就是有时候就是活一口气，您别想这些。我也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不跟很早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吧。我有一次无意中体检，特小的时候，2019年的时候还是2018年的时候，那个比较严重的桥本甲状腺炎，就自己跟自己对抗那种。那我也不往心里去，因为你没有治疗的方案，就等着它发展。但是呢，你生活还得如常，还是得练。我经历过您这个时期，刚开始跑马拉松，2016年、2015年，您说早上起来跑完步，本来免疫力就相对低，因为累了嘛。这您说的对，在单位就容易被生病了，正好在生病期的同事传染。单位可能人又多又杂，每天都有生病的人。我那时候也是，我比赛之前那1-2周，我也激动到就老得戴口罩，但是后来也就不了。随着时间会好的，别太往心里去。我给您加个油啊！有小伙伴说定了计划，比方今天跑4321。那状态不好没定下来，在这种时候是保质量还是保强度还是保量？我觉得啊，你要让我科学的说，或者听那些科学的课，人家会说你状态不好就别跑强度，就少跑或者就休息。我觉得不，我觉得这两个如果一定要保一个的话，保量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跑量是最关键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我就俩都保，努力保。而且您相信我，10有8九，您这么想了以后，您能保下来。就比方说，像今天我是第4天，我挺累的，真心话。每一个第4天，不管前3天怎么跑，我都挺累的。但是如果放到前几次，正好第五天是周3跑团合练的日子，比方上周，那我就必须得多练1天，而且最后1天还是强度课，而大多数我也就顶下来了。这不是说我行您不行，您也行。
就还是那句话，大多数我们业余爱好者，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，甚至是生活，可能都输在心理上、思想上。你可能行，就像昨天我说，我忘了是不是昨天，应该是我说我的马拉松2019年突飞猛进一样，那不一定是真的突飞猛进了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出我的意思。有小伙伴说昨天首马失败了，跑了一半走了一半，还有小伙伴说现在5公里能跑到18分33，半马1小时37，然后平常的长距离跑20公里，要参加首马了，有什么建议？也就是马拉松跟半程马拉松完全两个事儿，或者对初跑者来说，5公里和半马也是完全两个事儿。因为5公里18分半不慢了，很快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半马137可不快，对吧？你现在让我自己自测5公里，没有队友逼着带着，我估计我也就17分多，17分出头。就是跑龄和跑量，还有跑过的长距离和单次跑步的距离都很重要。还有一位小伙伴的问题就一并回答，这位小伙伴是5公里能跑27分钟，27分钟啊，然后10月底要参加半马。我的回复基本都是这样，不管您是半马还是全马，做好后半程崩盘的心理准备。对那位全马的小伙伴，您只跑20公里的长距离，没有再长的经验，也没有马拉松的经验，那可能就我说的是理论上说，您现在的水平330没问题。理智的说，可能24公里之后就得走路了，弄不好就得崩一下。那不一样，就看您能不能在赛道上战胜自己了。您的半马137就有可能是在赛道上没有战胜自己，没那么难。您就为什么您5公里能测试能出好成绩呢？是因为您从心眼里就觉得5公里我肯定能冲能跑下来，不管跑多快。什么时候马拉松您是这感觉了，就迎刃而解。半马那位也是，您是第一次，您平常说就跑5公里8公里，那你得稳住，但是呢别太保守，因为半马毕竟不是马拉松，21公里咬咬牙，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崩的，无非就是掉一点点速度，相信自己。还有一位小伙伴说，月跑量300加，但是呢，只能跑到5分30的配速，想破3怎么办？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见，真心话，因为300公里不少了，挺占时间的，而这么跑不快，那说明您的耐性和性格都特别好。我为什么总说300多公里1个月，你跑1年差不多就破3，就有破3的能力了？就是因为，你跑这么多步，又跑这么快，又跑这么长时间，那总会想办法跑快一点，否则时间过得太慢了。我觉得，既然是这样，让您每次都想办法跑快一点，可能身体压力太大，因为您跑量已经大起来了。不像我老说初跑者，为什么我跟初跑者小伙伴说每次想办法跑快一点呢？因为跑量小啊，你没有那个轻松跑的配合。哎，又看见柯南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300了，那不行的话，想想办法跑跑间歇，跑跑变速。而你现在有这个耐力基础、心肺能力，可能跑跑间歇提高的会特别快。就1公里，
1公里快，然后休息1分半，再1公里快，再休息1分半。休息的话站着走路都行。每次跑个7到10组。从来没跑过的话，一开始3周跑2次，之后1周跑1次。您这样跑一个秋天，或者跑半个夏末，半个夏天，这一个夏末到秋天比赛，您看看，应该问题就不大了。530确实是太慢了。您想530是什么水平？530就是全马刚破4，但是您月跑量300公里，这两个不太划等号，真心的。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大的代表性，我觉得。除非您是刚刚说我就这个月跑了300多公里，那有情可原。下一位啊，说看我前2天的训练，说我到最后心率也按起涨也高啊。这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我把数据都打屏幕上了，心率边上就是不是上边就是下边就是配速。那最后跑得快了呀。那天那15公里前边是415、410，那最后是345呀。那天的30公里最后是冲了几组呀，那心率肯定高呀，是不是？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如果您的目标是马拉松、半马、5公里、10公里，那别太在意心率。那个赠，因为你在意心率没有用，得在意配速。因为你想要成绩，成绩就是速度。您只要健康人，你心率高点低点都不会把自己跑坏，你达不到人家能把自己跑坏那训练程度，真心的。那差不多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。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努力训练吧。咱们训练后再见了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今天又热起来了，不到10公里呢。喝水，喝水。哎，8月26号星期一清晨7点整，第4个训练日训练结束。这4天一共跑了93公里，今天跑了1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11，心率136。好久没有4天跑这么多了。从佐里间湖回来就没跑过这么大跑量。然后明天休息日，看看身体状态。如果身体状态好，去大阪城绕一圈呢，那这5天就能凑够100公里。不过现在想想也是，你说这5天这么跑才100公里，然后这骑摩托的大哥从前面过去了，这5天这么跑才100公里。你跑个100公里的比赛，1天跑100公里，对吧？还是真是不敢想象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不知道的时候吧，没那么害怕；你知道了以后，可能下一次压力就大了。行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，说的到不到的，反正就是我珍惜每一位看到我的人。但是呢，也不能说您说什么我都说对，对不对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